骑士先生，你刚刚为什么一直不说话？我只是在想一些事情。哦，别在意，比起这个，我们现在要把华叫回来，对吧？嗯。好，找到华姐姐了。是格蕾修和骑士先生啊，怎么样？你们还适应神州的生活吗？多亏丹珠姐姐和苍玄姐姐帮忙。是啊，除了还不太会用筷子之外，一切都很顺利。骑士先生，华姐姐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看起来好像是在播种。仲春已至，正是播种的好时节。而之前拜托丹珠照料的另一块地，马上就可以收获了。看你的反应，想来也是丹珠自知没有好好打理菜园，这才让你来找我。不过，最近1个多月天气规律，总是在小雨后迎来连续几日的太阳。而分给他种的马兰，本身就是无需太多照料的野菜，说来机会难得。格蕾修，你要试一试播种吗？我愿意试试。像这样，用手抓3粒种子，然后轻轻地撒在用棍子做出的小洞里，之后再用脚轻轻踩上去，把土压平。这样既能让种子与土壤贴合得更加紧密，也不至于太用力，使得土壤不够透气。华姐姐懂得可真多呀。其实这是最原始的播种方式，农活中有很多复杂的技术，我还没有掌握。可是华姐姐已经很厉害了。我记得山上的这间房子也是华姐姐画好了设计图又亲自搭建的吧？但在你看到的成功背后，我也失败过很多次，这不过是熟能生巧的结果。你应该不知道，在来到烛火之额前，我一直跟着开武馆的父亲生活。那时我接触最多的东西就是些拳脚功夫。后来父亲生病住了院，我的生活开始向着照顾家人倾斜。在那段时间，我掌握了一些护理技能，也尝试打工赚钱补贴家用，这其中便包括了去工地、农田帮忙。我还记得父亲总叮嘱我，要我成为一个有前途的人，不管是做学问从商，亦或从政从军，人有了本钱才有出路。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的话，难道继承我们家的武馆就没有前途吗？爸爸妈妈从来没对我说过这些，他们只让我随心所欲地画画，做一切我想做的事情。这样看，是华姐姐的爸爸对华姐姐期望太高了吗？我的父亲读书不多，受过没钱的苦，所以他才不希望未来的我受苦。恒河布兰卡知道自由在末世的珍贵，所以才决定给予你最大的自由。而我们这些播种者之于种子，亦是如此。纵使一切前途未明，也要对播下的每一颗种子负责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火种计划的真正含义吗？不，很抱歉，为了今天的午饭，我不得不暂时打断你们的对话。苍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我那笨蛋妹妹看漫画入了迷，赖在第二神之剑观测到的世界里不肯出来。虽然苏可以强制中断观测，但那样做也会对她这种普通人的精神造成不可逆的影响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人进去把丹珠带出来。考虑到她目前有求于格蕾修，所以就麻烦格蕾修去一趟吧。抱歉，苍雪，丹珠她无视了我的提醒。没关系，她就是这样。
这会儿估计是看到了什么关键情节吧。总之，大家也不用都站在这儿干等，骑士先生可以灵活安排自己的行动。至于华，你负责今天的午饭，我和凯文给你打下手。这里就是丹珠姐姐所在的世界吗？正如她所期望的那样，这是一个文娱行业十分发达的世界。在这里生活的居民热衷于一切能满足精神需求的活动。以世界炮的标准来说，他们想象力奇佳，创造力惊人，大多借由小说、漫画、电影的形式传达，其中的某些想法能给人以广泛的启发。所以，丹珠姐姐才没法抗拒。不过苏叔叔，你已经知道丹珠姐姐在哪里了吗？是的，接下来我会指引你前往她所在的书店。只不过，在此过程中，你绝不可与这个世界的居民产生联系，诸如交流、助人之类的行为，都会破坏精神投射的平衡，进而强制终止观测。毕竟身在这个世界的你，不是实体。我明白了。这个叔叔的语气很开心，但他的颜色却是一片灰暗，灰色，是我很熟悉的颜色呢。他们好像在聊电影。很早之前，艾莉西亚妹妹也带大家一起拍过电影。虽然苏叔叔没有催促的意思，但我还是先去找丹珠姐姐吧。格雷修，情况有变，想来是丹珠趁我将你的精神投射至此的空档，趁机离开了这里。丹珠姐姐居然这么敏锐吗？她知道我的精力有限，不可能在维持2个人的精神投射的同时，对其中一个人，也就是他的行踪进行严密监控，又同时引导身处别处的另一个人。其实，自第一次先行者集会时，他就玩起了这种猫鼠游戏。怪不得苍玄姐姐一点也不着急，苏叔叔听起来也乐在其中。是啊，玩了这么多次，对于丹珠究竟会去什么地方继续看漫画，我也有所预期，只需要一一确认。当然，为节省时间，待你确定具体的目的地后，我会将你直接转移。苏叔叔，我们去猫咪咖啡厅看一看吧。安静舒适的环境更容易产生灵感。从这点出发，丹珠姐姐有可能去那里。好。抱歉，有机会我一定会摸摸你们。猫儿的性格难以揣测，感知力又比人类强，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事。所以，我们之后要去哪里呢？当然，为节省时间，待你确定具体的目的地后，我会将你直接转移。虽然可能性很小，但考虑到丹珠姐姐的性格，还是调查一下吧。为什么精神投射也会？看来，为了早点吃上午饭，我们需要加快脚步了。当然，为节省时间，
待你确定具体的目的地后，我会将你直接转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里就是丹珠姐姐最有可能来的地方。上一次猫鼠游戏时，苍玄也和你说了类似的话。至于结果，人流密集的游戏厅足够成为藏匿身形的好去处，却完全不适合阅读。是我考虑的太片面了。没关系，这只是一场游戏。那么接下来，格蕾修想去哪里呢？当然，为节省时间，待你确定具体的目的地后，我会将你直接转移。苏叔叔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。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先行者集会，但在第二神之剑观测到的世界中进行一场猫鼠游戏，却已经有过很多次，所以我猜丹珠姐姐这次会以进来的人是格蕾修为前提行动。如果有什么既适合阅读，又是格蕾修不会去调查的地方，我想那一定是丹珠姐姐应该在我目前还不能去的地方，比如让没成年的孩子去那种地方找你，你可真厉害。这已经不属于针对，绝对算作弊了。喂喂，你这话我可不能当没听见啊，这叫灵活变通，懂吗？好烫！这里有冷水。得救了。丹珠姐姐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还好有骑士先生的水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还好你方才吃的不多，不然真有烫伤食道的可能。不如我为这盘煎豆腐降一降温。那未免太粗暴了。总之，大家还是先尝尝我做的面吧，面坨了就不好吃了。至于丹珠，你可以缓一缓再吃。格蕾修，你是不是还不擅长用筷子？趁此机会，我来教你吧。只要勤加练习，不出半月就能掌握。好啊。哇，好饱好饱，辛苦大家了，待会儿我洗碗。你还挺有自觉。那当然，我还要腾桌子喝茶聊天呢。说到这个，小格蕾修，帮我画完原画之后，你有什么新的打算吗？我还没想好。如果你是在为我之前的那句小格蕾修这么喜欢我们，当然不舍得走而烦恼，那我收回，你待在这太虚山和我们一起生活也好，打算继续环球旅行也罢，我们都会支持。对了，方舟是不是还在过去烛火之蛾的发射场里呢？我和凯文重启了维尔威留下的自动修复装置，大概半年之后，方舟就可以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。无论如何，这都不是一个需要急于做出的决定，你会有很长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。别急。我明白。骑士先生，你睡了吗？还没有。怎么了？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。骑士先生，你今天究竟在想什么呢？虽然和你有关，不过那不是什么很复杂的问题。我只是想知道，格蕾修，你今天开心吗？如果只是这个问题，骑士先生可以直接问我，
没必要等到晚上吧？但只有到了晚上，才算得上一天呢。好吧，那今天我很开心，就像走在棉花糖上，每一步都很甜。但骑士先生，你并不开心，因为你不开心，所以我现在也没有白天那么开心了。骑士先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烦恼？可以和我说说吗？如果你害怕我告诉别人，可以和我拉钩。谢谢，谢谢你，格雷修。现在有点晚了呢，小孩子不能熬夜。不过，我答应你，等明天到了，我一定会告诉你我的心里话。那你不能食言哦。